论人品德行的差异与择善而从的重要性，在广袤的人类社会中，我们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。同样为人，善恶邪正、心智高低却呈现出显著的差异，宛如一幅色彩斑斓却又参差不齐的画卷。普通的俗人占了绝大多数，而仁慈博爱的人则如凤毛麟角般稀少。这种差异不仅塑造了个体独特的生命轨迹，更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风貌与走向。从历史的长河回溯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人类群体中品德与心智的多样性一直存在。在古代，贤明的君主如唐太宗李世民，心怀天下苍生，以仁德治国，广纳贤才，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，使得百姓安居乐业，国家繁荣昌盛。他公正无私地治理国家，对待臣民一视同仁，不偏袒，不徇私，赢得了万民敬仰。而与之相对的是那些昏庸无道的君主，他们沉迷于享乐，自私自利，不顾百姓死活，最终导致国家衰败，生灵涂炭。在现代社会，我们也能看到许多善良的人，他们默默无闻地投身于公益事业，用自己的爱心和行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违法犯罪、道德败坏的人，他们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，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。为何在同样的人类群体中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呢？从心理学角度来看，个体的成长环境对其品德和心智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一个在充满爱与关怀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，往往更容易培养出善良、宽容的品质，而在一个充斥着暴力、冷漠的家庭环境中成长的孩子，则可能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，甚至走上邪路。教育水平也是影响因素之一。良好的教育能够启迪人的智慧，培养人的道德观念，让人懂得是非善恶。而缺乏教育的人，可能因为认知有限，无法正确判断行为的后果，从而做出错误的选择。社会环境同样不可忽视。一个积极向上、倡导正能量的社会氛围，能够激励人们向善，而一个充满不良风气、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，则可能让一些人迷失自我，陷入贪婪和自私的深渊。在这纷繁复杂的人群中，有仁德的人宛如一盏明灯，照亮了黑暗的角落，成为人们心中的楷模。人们对有仁德的人都心怀敬畏，这是因为他们说话公正无私，从不为了迎合他人而违背自己的原则。他们的言行举止都体现着一种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坚定的信念。有仁德的人在面对利益纷争时，能够秉持公平正义的原则，不偏袒任何一方，以理服人。他们的决策和判断不是基于个人的私利或情感，而是基于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。他们在评价他人时客观公正，不夸大优点，也不隐瞒缺点，让人信服。他们的这种公正无私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信任。有仁德的人还具备一种不讨好他人的品质，他们不会为了获取他人的认可或利益，而刻意去迎合他人的喜好。他们坚守自己的内心，做真实的自己。在面对权力和权威时，他们不会盲目顺从，而是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，为了真理和正义而勇敢发声。这种不随波逐流、不讨好他人的品质，使得他们在人群中脱颖而出，成为众人敬仰的对象。正是因为有仁德的人具备这些优秀品质，所以能够亲近他们，
对我们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情。亲近有仁德的人，就如同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，能使我们的德行一天比一天进步，过错也跟着减少。与有仁德的人交往，我们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宝贵的品质和为人处事的道理。他们的善良、宽容、正直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，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，从而反思自己的行为，努力改正自己的缺点。有仁德的人还能够在我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，给予我们正确的引导和鼓励。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经验，帮助我们分析问题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，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少走弯路。在他们的影响下，我们会逐渐变得更加成熟、稳重，道德修养又会不断提高。反之，如果不亲近仁人君子，就会有无穷的祸害。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，除了有仁德的人，还存在着许多不孝的小人。这些小人往往心怀不轨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。他们善于利用他人的弱点和缺陷，进行欺骗和伤害。如果我们不亲近仁人君子，就很容易被这些小人趁虚而入，受到他们的不良影响。小人的行为往往是自私自利的，他们只考虑自己的利益，不顾及他人的感受。与他们交往，我们可能会被卷入各种纷争和矛盾之中，导致自己的生活陷入混乱。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会对我们产生负面影响，让我们逐渐变得冷漠、自私，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。小人还会在我们之间挑拨离间，破坏我们的人际关系，让我们失去朋友和信任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例子。一些年轻人因为结交了不良朋友，受到他们的影响，开始沉迷于赌博、吸毒等不良行为，最终毁掉了自己的前程和人生。而一些企业因为任用了品德不良的管理人员，导致企业内部管理混乱，员工之间勾心斗角，最终走向破产。这些惨痛的教训告诉我们，不亲近仁人君子，而与小人交往，会给我们带来无尽的祸害。那么，我们应该如何亲近有仁德的人，远离不孝的小人呢？我们需要提高自己的辨别能力，通过学习知识，增长见识，我们能够更加准确地判断一个人的品德和行为。我们要学会观察一个人的言行举止，看他是否言行一致，是否具备善良、正直等品质。我们还可以通过了解一个人的社交圈子、兴趣爱好等方面，来判断他的为人。我们要积极主动地去寻找有仁德的人，可以通过参加各种公益活动、文化交流活动等，结识那些志同道合、品德高尚的人。在与他们交往的过程中，要虚心学习，真诚待人，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。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，远离那些不良的人和事。对于那些行为不端、道德败坏的人，要坚决拒绝与他们交往，避免受到他们的影响。同样是人，善恶邪正，心智高低的差异却是良莠不齐。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，我们要认识到有仁德的人的重要性，努力亲近他们，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，让自己的德行不断提高。我们也要警惕不孝小人的危害，远离他们，保护自己不受伤害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，为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
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有仁德的人，用自己的爱心和行动去感染身边的人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为了更好地在社会中践行亲近仁德之人，远离小人的理念，教育的作用不可忽视。学校作为知识与品德培育的重要阵地，应将品德教育融入日常教学体系。不仅要传授书本知识，更要通过故事、案例分析以及实践活动，让学生从小就能清晰辨别善恶，明白仁德的价值与意义。比如开展主题班会，让学生分享身边善良与丑恶的事例，共同探讨如何向高尚品德靠拢，从源头培养他们择善而从的意识。在社会层面，要构建起弘扬仁德的激励机制，对于那些践行仁德之举的个人与组织，给予公开表彰和奖励，让他们的善举被更多人知晓并学习，形成良好的示范效应。像设立道德模范奖，对在慈善、诚信、敬业等方面有突出表现的人进行褒奖，激发大众追求高尚品德的热情。同时，对于不良行为要加以规范和谴责，通过舆论监督与法律约束，压缩小人的生存空间。在个人生活中，我们也要不断反思自身的行为，定期回顾自己在人际交往、工作学习中的表现，审视是否有自私自利、随波逐流的行为。当发现自己的不足时，要勇于改正，积极调整心态和行为方式，并且我们还要将这种对品德修养的追求传递给身边的人，通过家庭聚会、朋友交流等机会，分享自己对善恶的感悟和择善的经验，带动身边人共同进步。如此一来，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品德修养，主动亲近仁德之人，远离小人，我们的社会将充满更多温暖与善意，最终实现整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提升，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。让每一个角落都被道德的光辉所照耀，每一颗心灵都在仁德的滋养下成长，让这份温暖与善意在代代传承中成为社会发展最坚实的精神基石。